Hello。好，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我是南瓜，大家还记得我吗？记得。对，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减掉体重的1/3啊，变化比较大。你们时间长没见，觉得很惊讶，对吧？对，反而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也很奇怪，我这瘦了60多斤了，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走着走着，听到后面2个人说：“真的是南瓜，真的是南瓜。”哎，我还挺好奇的，我回头一看，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我为了减肥啊，销声匿迹3、4个月没有见人啊，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两人，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他们吃的特别的少，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我也断碳水，我也去演出，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我这吹着这血糖上不来，差点把自己送走了。啊，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终于坚持下来，也是瘦下来了。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我去年上节目啊，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的，我每一次都穿马甲。我去年录了6次，穿了6次的马甲，朋友都叫我马六甲。就别人穿马甲，人家是时尚好看，人家也穿，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太像来上班了。我进棚被保安难过好几次，说外卖不让进。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我很开心啊。我逛了很多商场、很多服装店，去试了很多衣服，没有一件适合我。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导购说：“先生，你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宽松带拉链的那种。”我说：“你想说马甲吗？”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我很难过。我下决心，我不甘心，我第2季一定要减下来，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不能再穿马甲了。但我发现，我不管我多么努力，直到今天，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因为我有马甲线了。算了，这样，咱这是脱口秀，不是脱秀啊！哎呀，不，这算了，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瘦下之后，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我把自己的照片啊发在自媒体上，网友特别的，他是特别好，都夸我，夸得我特别激动。他们就叫什么南大。说南大什么青春南大学生，我热泪盈眶，我激动呀，因为我是中专学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上的技校，我考不上大学，我一直抬不起头，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了。谢谢，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1个南大。对的。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谢谢你们，谢谢姐妹们。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前2天就挺难过的。有一个品牌找到我，他说他们是个电瓶车的品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要跟我合作，私信我，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他说你是谁呀？南瓜呢？我说我是南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跟节目上不一样，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土土的南瓜，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我也很难过，我人都傻了。我这半年天天挨饿，不好好吃饭，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但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减了？因为我今年29岁了，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
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活力四射、青春洋溢的样子，我当时很难过。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减。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后来啊，有观众叫南大，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硬逼着硬饿自己，一晚上硬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胃溃疡、肠胃炎。我想喝奶茶，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南瓜坚持住，不能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这就是望美止渴吧。我朋友说，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真的好喝，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冲服满面。真的，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终于在台上，就是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其实这回啊，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炸鸡、汉堡、油泼面、biang biang面、刀削面。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以后呀，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南瓜。但不管怎么样，以后点开爱奇艺，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我也就很满足了。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呢是一个外卖骑手。其实来讲脱口秀一直会有很强的舞台恐惧感啊。现在还好，刚开始一上台一拿话筒就紧张。当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想了办法，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握着那个手把到话筒练一练，对着电瓶车讲脱口秀，导致现在落下坏习惯，在台上讲着一紧张就。我这个人从小不是很自信，从小学习不好，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保安啊，管吃管住还挺安逸的。后来干着干着，我觉得工资有点少，我说得找个挣钱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我送段时间发现辛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又回去当保安了。当着后来又去送外卖哈。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告诉自己找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啊。能看出来我是个 I 人啊，我很社恐，但我有时候也是个 E 人啊。它分时间段，比如说上班送外卖，那时候是个 E 人啊，因为那时候穿着制服，对吧？甚至衣服上都写着 E 了吗？我的手机被标记了，被很多顾客标记成了快递外卖啊。其实大家这种标记，我自己是看不到，我也是意识不到的。我是有一次啊，跟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你这半年没消息，是不是在外面送外卖呢？”我说：“没有，谁跟你说的呀？”他150多个人。我当时上学学习确实很差，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会送外卖啊。我虽然当时学的不好，但当时体育成绩还挺好的，那我就练体育啊。我也想上个体育大学啊，还挺辛苦的，每天被教练带着我们在操场训练，什么长跑、蛙跳、跨栏、爬楼梯啊，每天踢个哑铃片，爬楼梯都爬吐了。我是爬着，我说老师，这个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呀？老师说你不要问了，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老师就是老师，看得比较长远。我现在送外卖上楼前，我说这题我做过，就是练过体育，现在送外卖就跑得快一点，对吧？但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前2年那么好做了，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好多大学生现在出来也送外卖，跟人抢饭碗。这些大学生怎么说呢？当年高考已经被他们淘汰过一次了，怎么现在毕了业又来跟人竞争，追着人砍我？我之前真的很怕送大学生，送过去隔着墙还进不去。同样的年龄，人家都在那打篮球的、谈恋爱的、读书的，欢声笑语。我在外面骑个电瓶车，好羡慕他们呀。但现在发现好多大学生出来也跟我去送外卖啊，现在看法也变了，就原来我少走4年弯路啊。骑个电瓶车有时候会遇到大学生是吧？一起在外面吹着风，吹着这么强的风，这不是顶峰相见了吗？确实，虽然现在单子少，但其高峰期还可，尤其像下午、晚上这种饭点，我这有经验的，我一趟能拿4、5个外卖的。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我每次看到手上这4、5个外卖，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天上也有4、5双眼睛正在盯着我。我也知道大家花了钱，可能希望这个外卖送快一点，对吧？给大家送上楼，我也愿意送上去的，毕竟我也练过，对吧？
但现在在上海啊，还有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都是6层楼高的那种，基本上都是6楼在点，1号楼很少点的。啊，6楼的顾客啊，10个里面5个正在上厕所，3个在洗澡，还有2个腿脚不便。哇，你就感觉6楼住的这些人住的都像赘婿啊，他们都不想娶，就想着能不能上门呀。而且我们这个工作啊，每天会跟很多保安打交道，你就发现有些保安是挺多的，他见的人老爱问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有一次穿着外卖的衣服，那个保安还问我你干什么工作的，这还把我给问住了。我看着穿制服，我心想我是干什么？我 cosplay 啊。但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学校的外卖，因为学校那些学生会很多人一起点，就很方便。但有些学校不让学生点外卖，有的学生想吃口外卖，想尽千方百计啊。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学生给我备注：师傅，你送过来的时候不要穿衣服。他不要穿你外卖的衣服。到我们学校这边，他问的话，你就说你是我爸。我说这还挺有意思的，就赶紧抢到了。但他备注你必须要有信念感，不要被认出来了。我说这信念感，我天天 cosplay。但走过去啊，在学校门口看到他那一眼，两眼对上的时候，我信念感就崩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啊，他眼睛又大，皮肤又白，就完全不像我生的。我当时就想跟谁能生出他，我当时都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爸爸你来了。他当时那个信念感实在太强了，在饥饿的状况下能叫那么真诚，我都感觉心里有一股暖流。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叫爸爸，那种直击天灵的感觉都惊呆我了。别看我眼睛小，当时这种情况啊。差这么远了。我都想上去拥抱他一下，真的，我给了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那你记得给爸一个好评啊。好好上学啊，以后千万别和爸顶峰相见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我特别喜欢下了班来讲脱口秀喜欢这种在聚光灯下舞台上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啊。然后今天也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特别激动啊。前2天某团跟某乐模都找到我，跟我说南瓜，你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我们品牌的衣服上呀？我真的很纠结，因为2家我都上过班啊。然后当时就问导演，我说导演，我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蓝色的衣服，再戴个黄色头盔啊？那个到时候就说我是美了骑手。谢谢。我是陕西人，我之前在西安那边送外卖，后来来上海了。因为我当时听说上海是全国外卖订单最多的城市，到了之后发现骑手也是最多的，骑手比订单还要多。但我感觉我挺适合在上海送外卖，因为这边气候比较湿润潮湿啊，我是干皮啊。我确实在这边皮肤好了很多，年轻了好多啊。我今年26岁了。现在要开始抗初老了。每个城市点的东西不太一样，在西安的时候大家点的都是肉夹馍、泡馍、米皮小吃，对吧？到上海点的最多什么？咖啡啊。上海人太爱喝咖啡了，很多人早上点个咖啡当饭吃，不太理解。后来送一段时间，发现上海人确实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也大。后来我在上海送外卖前，我也得喝杯咖啡。但确实刚到上海，就有的小区就特别难找，你找不到就要问。我有一次就问到一个阿姨，我说你好，阿姨，那个35栋楼在哪里啊？她说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我们上海人不少栋，我们说弄的哟。然后她就走了。当时把我愣在原地，我都懵了。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弄了，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弄的。上海有黄浦江，把浦东、浦西隔开了。我们经常要接到那种过江的订单，电动车过江的话很麻烦，要坐船啊。电动车在船上，风浪一吹就特别的晃，妈送个炸酱面过去都办好了。顾客过去也懵了，怎么办这么好？是不是偷吃我外卖了？吃不起啊，上海外卖太贵了，物价也挺高，平时都自己做饭，很少去餐厅的。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餐厅对我们骑手特别的好，给我们打88折，又好吃。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它有多远？都吃完回家又饿了。
但确实在上海挺放松的，不像在西安当时那么紧张，每次出门都要戴好头盔、口罩，保护好自己，预防一下，预防那些老同学点外卖点到我。真的非常尴尬。有一次送到一个高档小区，售货人巧不巧是我初中的一个女生同学，我那时候还暗恋过人家。哇，他一眼就看出来，哎，你是那个赵栋吗？不是，你认错人了。他说你就是这骑手赵栋在这写着呢。我当时满脑子好尴尬，我说赵栋，我就想找个洞钻一下。我说哦，刚才没看出来，好久不见。他说哦，好久不见，那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我说啊，我cosplay 啊。我当时百感交集，回去之后过了几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上海了。我在上海待了3年了，无忧无虑，没有人认识我，对吧？但时间长了也挺想家的，但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父母脸上也没有光，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对吧？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自己。我工作过很多个工作，然后后来又遇到脱口秀，我很开心，对吧？我讲到观众笑之后，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儿子现在可厉害，你儿子在上海做演出表演呢。他就很惊讶说你这样子能演出个啥呀？我说我们这还挺简单的，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就行了啊。我妈都笑了，说你这人没文化没学历还表演，是不是在外面做 rapper 呢？说你这话说的，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讲脱口秀，下了班来讲过很多场了，我甚至在上海送外卖都被顾客认出来过，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一次送到一个酒店，我说你好，这个外卖给你放在1楼架子上，麻烦你下来取一下吧。他说哎，你这个口音，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南瓜呀？特别喜欢你。我说啊，对呀，是我呀。他说那你送上来吧。记得挂门上。但真的我在上海很开心，我讲脱口秀之后，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朋友，他们真的特别好，愿意带我去玩、吃饭，带我去见世面，对吧？social，对吧？我甚至有一次被他们带着去夜店蹦迪啊。我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在里面玩得真的很开心，我在一边格格不入的样子，我就想赶紧走。但我又突然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在里面活力四射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我也是年轻人呀，我也20多岁，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呀。我当时想到这儿，我就勇敢地跳了下去。我跳了下去，我就跟着他们在里面，我这蹦迪跟送外卖也没什么区别，这还不在骑电动车吗？是不是？外卖到了，外卖到了。给你挂门上了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好，谢谢大家，我是南瓜啊。我的工作是个外卖骑手，现在也讲脱口秀啊。但我讲脱口秀一直很怕，我怕场子没反应，怕冷场。我就特别羡慕我爸，我爸他从来不怕，我爸他是吹唢呐的。我爸的工作呢是个唢呐匠，他有一个唢呐班子，专门在我们农村那边吹一些百鸟朝凤那些曲子，送那些去世的人走。他这么多年已经送我们陕西宝鸡那一片很多人走了，人送外号宝鸡费玉清啊。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我爸这个职业，太好了，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吃饭都吃不好，我爸天天在外面吃席啊。他天天吃席，吃得真好。当然他自己吃席也会给家里打包一些剩鱼剩肉，我很喜欢吃。我从小就是吃那种百家饭长大的。我现在长大了，送外卖给百家送饭，也是一种回馈了。我爸现在还在村里吹唢呐，我在外面讲脱口秀，也都算演艺行业。但有时候确实挺羡慕我爸的，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底下观众坐得舒舒服服的，有的还翘着二郎腿，还有玩手机的。我爸表演的时候，底下都得跪着。讲脱口秀太难了，讲到好笑你们才笑，讲特别好笑大家才鼓掌。我爸只要一开口，底下就开始磕头了。我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吹唢呐。练过几首唢呐曲子，还真没想到小学6年级派上用场了。老师当时要报节目，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这个时候，我同桌老师他会吹唢呐，他会吹唢呐。我老师哎呀，你还会吹唢呐呀？民间艺术啊，来报上好好表现，就给我报了，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吹了，吹了2句，吹得校长脸都绿了，差点跪下了。
其实小时候活动还挺多的，做什么手工作业比赛，我喜欢去动手，我努力认真的去做，每次拿不到名次。后来发现那些其他同学都让父母帮忙做的，我说找父母，这不是作弊耍赖吗？那回去我也找我爸，我爸做的就太专业了，他做那白事上纸扎的房子太好看。我当时随便拿的一个带到学校都是降维打击，我看着同学们羡慕的样子，我不要用你爸的业余挑战我爸的专业。我家里那种纸扎的东西还挺多的。我现在在上海送外卖，我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超跑豪车从我面前过去。说实话，我也不太羡慕，家里什么都有。我家还有四合院，还有私人飞机。我知道那些东西，我早晚有一天我能用上。但确实啊，唢呐匠这个工作啊，一直他都没有社会地位。我爸一直被人瞧不起，我小时候也经常被一些同学嘲笑我。他们放了学见了我，你爸吹喇叭的，你爸吹喇叭，吹喇叭。我说吹喇叭怎么了？到时候还不送你爸走？我从小都很自卑啊，我一直找不到对象，我知道我很自卑。我前段时间还去相亲了。其实本来还聊得挺好的，聊着聊着，他突然就问我：“那个你爸爸做什么的呀？”我说：“我爸爸他玩音乐的。”他说玩音乐，那做什么音乐的？我说他有一个乐队，平时在我们宝鸡那边巡演。他说啊，那你爸是那种 live house 吗？我说不是 live house， 是 dead house。那你爸这个乐队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去参加那个乐队的夏天呀？我说不太适合，他这个呀不太适合线上，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 underground 的。我爸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线上，当然他也不适合线下，他适合那些下线的观众。我爸在村里待了一辈子，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别说表达自己了。当时有个自媒体博主到月社，粉丝特别多，他们找我拍一个视频，一边拍我一边在我老家拍我爸妈，让我爸对着镜头对我说一些话。我爸对着镜头，哎呀，紧张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导演就说：“那你用你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一下吧。”非常自信拿出了唢呐。导演说：“你儿子啊，说他最喜欢的歌是《起风了》。”我爸就唢呐练了一首《起风了》，然后对着镜头对我吹了，把我喜欢的《起风了》吹成了上天了。我爸现在也知道我在讲脱口秀，他非常的开心，我们也算是演艺世家了。我爸非常的开心，我今年也是，他也希望我能走上更大的舞台。我今年也是登上喜剧之王这个大舞台，也是上线上了。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如果线上表现一般，那我回去演线下也挺好的。如果线下再不行，那我就回去跟我爸做下线。好，谢谢大家这么开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啊。谢谢。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最近在录综艺啊，就感觉像做梦一样。住的豪华大酒店，吃的自助餐，穿着漂亮的衣服，见到明星老师们，这种感觉就像我酒店的面一样。新鲜美味，回味无穷。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面，我就叫它世面。我前两天跟着节目组去了一趟香港，我是跟着他们去见周星驰老师的。我见了自己的偶像，跟他聊天，最后合了影，发了朋友圈。我说来见偶像了，我朋友圈都炸了。我朋友圈平时根本就没人理我，没有人点赞的。那天给我点了189个点赞。还有78个评论。我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那时候老说我，你一天不好好学习，烂泥扶不上墙，你有肯定完蛋了。那天给我评论，你就是老师的骄傲呀！我真的很开心。星爷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我从小特别喜欢他，他的电影一直激励着我。我特别喜欢他电影里面那些小人物，我就看进去了。我现在一直都是小人物。今年5月份，导演给我打电话说：“恭喜南瓜，恭喜你成功入选这个《喜剧之王》这个综艺，而且偷偷告诉你，这个节目有周星驰参与。”我当时开心，我跳了起来，我见到真的见到他，那我见到他，星爷一定会喜欢我这种小人物的。那我今年要起飞了呀！但当时还有2袋外卖没送，顾客还打电话过来催我。说实话，我当时已经开心的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我说你的外卖我吃了。
我们录制第一赛段是小组赛，我在庞博老师组，我们组队员很给力，拿了小组第一。当时公布呀，第一名就是去香港见周星驰，我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兴奋的，我当时晚上我兴奋到失眠，我白天送外卖的时候满脑子都想着见星爷，见星爷，星爷喜欢我，他让我演男主角，那我以后该不会就是艺人了吧？这是不是我最后几天送外卖了？我那两天送外卖，我电瓶车都不敢乱停了。有一次电动车乱停，保安让我挪一下，就赶紧挪走了。不好意思，我们艺人最在的就是不能随意占用公共资源。我在上海送外卖，有很多一起送外卖的同事跟我同甘共苦，关系都特别好。但有一个骑手跟我关系一直不好，他在背后说我坏话，蛐我。让他知道我要去见星爷，他跑过来巴结我，哇，你要去见星爷呀？那你火了以后，苟富贵莫相忘呀。我说行，以后等我发达了，有我一口肉吃，我都下单让你送。我要见星爷，我知道他一直在香港，他说的是粤语对吧？那我就练粤语，我有空就练，说两句的。我甚至送外卖都不说祝你生活愉快了，我说的是祝你好，祝你生活愉快。而且有一些顾客啊，经常会让我们帮忙丢门口的一些垃圾啊，其实一般挺抗拒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你现在让我丢的话，我都会说没问题呀，我丢。学坏了你。我知道他的偶像是李小璐，我甚至买了双截棍，我想给他表现一下，我练了，但双截棍特别的难，我练了一会，在我头上来好几下。但我觉得是值得的。我甚至见他之前，我专门去理发店理了个发型，这个就是理的，还可以吧？因为我之前都是理的光头，就是我自己有个推子，我自己给自己刮，就自己给自己刮的话，后面看不到镜子，刮起来就难刮一点，所以我以前就叫自己难刮。什么特点？当时坐在飞机上特别的激动，我要去见星爷了。然后导演组说你用那个手机记录一下这个信息，我当时特别激动的，但是我压抑，我拿手机哇，飞机上300多个人呀，哇，你们也都是去香港的，那你们去香港是干什么的呢？你们应该都不知道，我是去见周星驰的。我当时太骄傲，去了之后大家都很激动，都很开心，付航也去了，他开心的像个猴一样。他给星爷说：“星爷你好，我叫付航。”他们观众都说我是猴。星爷乐了，星爷特别喜欢他。这时候有个德云社的老师朱鹤松老师也去了，他就对着星爷打快板呀。德云社的基本功扎实对吧？这快板打的是真精彩，打的我这双截棍是拿不出来了，因为确实昨天机场安检被没收了。我说没事没事，我到时候我嘴都颤抖，见到自由说：“我说星爷你好，我很难刮哈。”星爷说：“你还是说普通话吧。”我说我是南瓜，我是个外卖小哥。他说你外卖小哥，我演过外卖小哥。我说我知道，你演的是那个《破坏之王》里面那个何晶莹，然后有自己喜欢的女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打败了坏人，逆袭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我现在也是外卖小哥，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女生啊，她现在也嫁给别人了。星爷笑了，给我鼓掌，他笑了只给我鼓掌。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喜欢我这种小人物的。我甚至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合影，星爷还跟我说：“你挺有意思的，土豆。”但已经很开心，已经梦想成真了。就是见到偶像，他给我的那种力量跟激励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有了一股力量，回来之后感觉跟其他演员不一样了。我跟他们在酒店聊天，他们就说上完综艺以后要去做自媒体，以后要去做什么播客，有的做什么专场巡演，对吧？我说我以后要去影视圈，我要做喜剧之王，我努力做喜剧之王，加油！这个时候有个演员在点外卖，因为我们酒店在郊区，他就不停的加价，对吧？我就30、50、100加的，我怎么知道的？我手机开始震动了。我说那你们先聊吧，我出去一下。这个外卖还是要送的，对吧？毕竟我觉得喜剧之王呀，还是要从小人物做起啊。好，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但是我这人又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2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
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1年2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呀？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呀？他说10年，我说10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100年呀？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30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我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交警嘛，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透签呀？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对吧？你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横冲直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啊。他说啊，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爱奇艺参与一档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当时想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付航也考200多分。付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但我每次录节目见到付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办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的不让进啊，送外卖的。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有仨观众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是个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调哥。”就那个小阿哥，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大南瓜，你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你给我的叫。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叫，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叫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叫了100多次。
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掉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厚汤，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肉厚汤，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调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调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好，谢谢大家，我是南瓜。好，谢谢。好，大家辛苦了，我是南瓜，大家还认识我吗？认识，确实，这半年减了60多斤，变化比较大啊。对，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他说你好像是南瓜，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减肥减得太狠了，肺活量都减小了，唢呐都吹不响了。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我去学习爵士舞了。这就是魏武。而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学起来就很羞耻。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我都找了个私教了，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老师做什么我在旁边做什么，只要有人过来我就不做了。我就看着老师做，我在旁边手拍子，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老师他就鼓励我，他说我们跳舞呀，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有天赋，是不是偷偷练过？老师不知道我之前送外卖，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真的，现在体验了一下，真的很开心。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但没条件，没得选。我爸在家里，我爸吹唢呐，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有人说唢呐不挺好，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因为这个工作呀，它太不稳定了。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别人活多了，我爸就活少了。但是活多的时候，一个活连着一个活，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这个感受了一下，真的非常的开心。真的小时候，你别说才艺了，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一下子就迷上了，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我跑得快，跑过去传给老三，老三一上篮，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后来长大了，我在送外卖，大哥在卖烧烤，老三当了保安。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我骑电瓶车送过去，老三门一开，还是一条龙。我们没能相聚在 CBA，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到了社会上，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但那2年很开心，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特别的火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跳。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慢慢追我的梦。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
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你好，能给个好评吗？他说在哪里给？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热奈他们出道那天，这非常开心。我坐电动车上说终于成团了。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我说9个人，他9个人，那你送得过来吗？他们不理解我，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他们甚至还嘲讽我。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有啥意义吗？你也去报名，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我说算了吧，咱别斗了，我能去爱奇艺，我去爱奇艺搞笑吗？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感觉像做梦一样，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导演还给我们说，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我当时说这不好吧？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咱就别丢人了。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啊，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已经跳不起来了。我真的很紧张。第二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当时小北在我前面。跳得不错，那我就跟着他跳，结果第二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我真的很尴尬，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没有把握住。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我讲段子的时候，虞书欣给我投票了。他说：“南瓜老师加油，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又落在我的身上。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去报了舞蹈班。我真的很开心，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老师，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怎么练都不太对劲。”老师说：“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你往两边迈开2步，大胆一点。”我就跟着老师往两边迈开2步，跟老师一跳，一下子就对了。我真的好开心呀！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我用了20年。谢谢大家，我是南瓜。Hello， 各位朋友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瓜。大家还认识我吗？我认识了，谢谢大家。我现在瘦下来之后，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哈。我现在偶尔会涂个素颜霜，修个眉毛。在上海，大家都说我精致，我把照片拍下来发在我的家族群里，我大舅说我是狐狸精。然后我去年上完节目没挣到什么钱，但我真的见了很多世面，比如在活动上知道王一博是真的帅，刘亦菲是真的美，这些都是我听唐湘玉说的。我的朋友走了起来，我知道我很平庸，没什么进展，我上限不高，每次比赛都讲一些外卖小笑话、外卖趣事，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也就那样。我没谈过恋爱，没有上过班。大家最有共鸣的职场爱情我都讲不了，每次得不了高票，我都有点怀疑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直到1个月前一场演出，它彻底治愈了我，是一个骑手平台组织的，现场来了500-600个外卖骑手，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炸的现场。我说啥他们都笑，我说保安垃圾、外卖平台垃圾，他们站起来给我欢呼。那天给我台上讲出幻觉来了，我说今天这个舞台谁过来都不行，付航过来都打不过我，他来了都得被打，一个保安怎么拦得住500多个骑手？我真的羡慕有些朋友们，就朋友们走了起来，红气养人，状态都不一样了，我只能靠我自己养了。我在家里我自己偷偷买了防晒霜。因为我送外卖，皮肤又粗糙又黑，我刚涂防晒假白特别严重，我还修了眉毛，就很辣眼睛。朋友见了说：“你咋这样？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在他们心中，我都是那种光头胖胖的那种鲁智深形象。说你不应该去倒拔垂杨柳，怎么研究起了半永久？
我每次出去，他们都笑话我，那我就不出去了。我说这防晒霜不行，它只能防太阳光，它防不了朋友嘲笑的眼光。偷偷的在小某书搜了美容护肤，小某书也懵了，3年了，你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给我推的3个月变美计划，100天提升颜值，重建自己，重塑自己，做自己的女娲。戒糖加修护半年，素颜已达 next level。我很激动，满满的干货，点进去全都是卖货的。但我相信，我就买了，因为我想恋爱，我想变美，我就在里面买了胶原蛋白、维 C、维 B、花青素、葡萄籽、益生菌、鱼油。我真的买了一大堆药，一天吃1把药，感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在肚子里面炼丹，练的什么丹？练的30年从没谈过恋爱的孤单。说出来如何？我身边的朋友很优秀，对吧？他们优秀，那我也提升自己，我就去健身房报了课。去健身房器械特别的多，我不知道练什么，我就问教练，我想减肥练哪个？教练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爬楼机、跑步机，其实挺有用的。我说啊，爬楼和跑步要是有用的话，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接单吧。我的朋友真的太优秀了，他们不停的成功，越成功我就在健身房对自己练得越狠。我最好的2个朋友，他们一起走红毯那个月，我瘦了30斤。我那2天去健身房一蹶不振啊，我一蹶不振。教练见了我，你今天也没怎么上强度，怎么这么酸呀？我说肯定酸呀。他们不停的成功，那我就不停的练，不停的瘦，我最后把自己练的体脂率只有9%。太低了，我说你们不能再成功，我不能再练，再这样下去，我还没走上红毯就先盖上白布了哈。最后练到自己减了60多斤，什么感受？我再去演出，再去开放麦，已经没有人在乎我的内容了。他们在 report 里没有人说我段子的，都说南瓜好瘦，南瓜怎么瘦成黄瓜了？南瓜怎么瘦下来有一种命更苦的感觉？我说肯定命苦呀，戒糖半年多了。然后更多的人他就私信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他说南瓜怎么瘦下来的，教教我，教教我。私信的人太多，根本回不过来，就每天在家里研究，都快研究成教练了。然后今年5月份我真的去考到了健身教练资格证。谢谢大家。所以我现在是一外卖、脱口秀、唢呐、健身教练4期艺人。就是大家以后不管是饿了、胖了、不开心了，还是人没了，都可以找我。所以我现在呀，我就是全能南瓜，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